嘴上说不要，行动很诚实。拜登推动新冷战，受益于俄乌冲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如何维持其全球霸权，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就是一个大难题。而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似乎为美方带来了契机。近日，拜登在联合国发表正式演讲时表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没有要求任何国家在美国或任何其他伙伴之间做出选择。这似乎在说明美国不会要求各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是，你如果以为他嘴上说的是真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西方可能有很多人质疑拜登的个人诚意，但作为冷战历史学家，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现代美国军事史教授格雷格里·达迪斯认为，有理由问，不重返冷战的立场是否完全代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因为冷战给美国带来了优势和机会。你可以理解为，拜登嘴上说不要，行动却很诚实，因为一场新冷战可能有利于美国保持其霸权的地位。这位作者认为，如果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诚实，那么有些人就会承认他们实际上错过了冷战。麦卡锡被证明是最臭名昭著的冷战推动者，甚至让他的同胞相互对抗，以获得民粹主义的支持率。1950年，麦卡锡将世界描述为两个敌对的武装阵营。然而，上世纪90年代，美国获得冷战的胜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一超独霸似乎更有利于美国，但是缺少对手也会让美国的社会变得更加撕裂。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后北约向前苏联国家推进是当前战争的罪魁祸首。也许冷战确实提供了一种稳定感，而后冷战时代反而给世界带来了更加不安全的局面。911事件后的全球防恐战争似乎一度给美国制造了新的敌人，但之后的20年，美国又认识到恐怖主义者似乎无法制造足够的恐惧来维持美国的注意力。美国仍然想通过冷战来塑造一个对手，所以俄乌冲突意味着全球冷战可能已经回归。拜登说他不是在寻求冷战，其实美国人非常需要冷战，因为冷战时期对美国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更加田园诗般的时期。当时相对比较团结的美国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中成为了领导者。这就像吸毒一样，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美国有很多的政策制定者非常想回到冷战时代，认为只要有新冷战的发生，美国将再次伟大。那么从美国人的观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拜登说不寻求新冷战，只是他个人观点的表达，而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们正在用行动来推动新冷战的出现。这些现象早已经摆在了中国的面前。美国正在不断地扩大针对中国企业的高科技禁运名单，还在推动建立芯片联盟，排除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建立以对抗中国“一带一路”为目标的全球基建计划等等。俄乌冲突的一个负面后果就是让美国获得了重新拉拢欧洲的机会，也激活了北约的价值。拜登政府通过不断地给乌克兰输血，用代理人战争来对抗俄罗斯，甚至要打出一个虚弱的俄罗斯，已经被美国利用俄罗斯威胁所绑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也是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不管拜登嘴上说什么，美国都有可能继续推动逆全球化的潮流，因为在美国真的有人想回到冷战时期。不过现在的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已经形成，新冷战图谋可能在某些领域能够得逞，但是从长远看，只会让美国被反噬。如何打破美国所推动的新冷战的图谋，中国未来真的要起到领袖的作用。
因为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